13位理事会成员已经就位，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签。现在，同意罢免夏元的，将你们的木签放入这个盒子；同意夏元继续留任的，将你们的木签放入那个盒子。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投票开始。我们上海国药工会是爱国的工会，卖国贼不配当我们的主席。喊口号不能让国家进步，只有干好实业，才是真正的爱国。夏某不才，但我有一颗为工会办实事、为工会成员谋福利的诚心，还望大家支持我。老于，好样的！你这朋友给我交定了。哎，宋世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？你这么干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？哎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！哎，我要跟你割袍断义，下回别找我啊！什么东西？你看着我你！哎，你敢跟我说话吗？现在好样的，请你喝酒。嘿，你什么玩意儿？田老板，干嘛？我提醒你，这里是投票会场，如果你再捣乱，我会将你驱逐出去。凭什么？现在的票数是6比6。还有谁没投票？哦，现在就剩下文氏大药房的文老板手里的一张票了。文之秋没资格投票，他跟夏元穿一条裤子的。田老板，文老板也是理事会的成员，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投票？就凭他是夏元的走狗，怎么了？田老板，我请你出去。我凭什么出去？田老板，如果你再不出去，你的投票将以无效记。出去。田老板，请。你都给我记着啊！回头找你们算账。卖国贼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什么东西？王八蛋！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。老板，你消消气。我消什么气啊？这跟这夏元没好处。你个卖国贼！文老板，请投票吧。我都以为夏老板赢了，谁知道文之秋竟然来这么一出。文之秋能有今天，全靠夏老板。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，竟然打了夏老板一个翻马印。你们说文之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一定是田大少花大价钱收买了文之秋。难道田大少给的条件比夏老板还好？哦，对了，说起这事儿，徐掌柜，我明天来拿货，你得按之前承诺的折扣给我呀。放心吧，夏老板一言九鼎，说到做到。哎，还有我，放心，忘不了啊。各位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你们先吃，我出去透口气儿。啊，来，夏老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，我出来透口气儿。我去给你泡壶茶吧。啊，不用，陪我聊聊天吧。好。你这鱼养的不错呀。有个风水大师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在这儿摆个鱼缸，养点小鱼。他们现在都吃得肥肥胖胖的了，我的生意怎么就还好不起来呢？你们这帮干吃不干活的小家伙，能吃就多吃点。干吃不干活已经不错了，就怕吃着主人的，还要咬主人一口。我这鱼可不咬人啊！我说的是狗，那这狗可不能留，得撵出去。可不是。撵出去还不够，还得再踢一脚。
行，听你的。哎，今天的菜怎么样？光顾喝酒了，一口没吃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去让后厨给你煮碗热面条。不用了。要的，喝完酒以后吃完热面条，胃最舒服。那白小姐，谢谢了。白小姐太生分了，以后你就叫我二妞吧，我也不叫你夏老板了，叫大哥。叫我大哥。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，哼，我也可以叫大叔，也可以叫大伯。不，就叫大哥。那大哥以后要常来光顾我的生意。那我天天来。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朱小姐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想送给你一样东西。谢谢。这个呀，是夏初的父亲留给我的，一共2个，一个给了淑芬，这一个我本打算你和夏初结婚那天。哎，没想到。来，戴上啊，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也就受了这一个心事，这也是夏初的意愿。其实这些年呀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儿媳了。你要是不介意，以后就叫我娘吧。哎，快收下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夏媛呀找你说要聊点家务事。少华。夏老板。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和淑芬啊听戏去。好。来，你慢点。坐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温之秋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。他之所以赞成罢免你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你投靠了日本人。我只是跟日本人做生意，要说投靠，是他投靠了田大少。温之秋和田大少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现在可能没关系，但将来一定会有关系。所以少华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？我想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大概2成股份吧？2%。太好了，加上我手里的3成股份，咱们就可以顺利把温之秋赶出温氏大药房。不对吧，夏老板？我记得你只有2成的股份。是，原来我是只有2成，但是1年前，温之秋用温氏大药房1成股份加1块大洋，从我手里换了赤春堂的招牌。现在这招牌归我了。他多少钱卖给你的？我双倍价钱给你。10大洋。你不知道这件事儿？不会吧？我一直认为，他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去做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少华，我知道，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人，现在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放弃温之秋，跟我合作，我保证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将会是上海国药界，乃至全国药业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夏老板，我也不是你的自己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也是因为我跟日本人合作嘛，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。这是民族大义。民族大义，那都是虚的，家族利益才是真的。国之不存，无处安家。少华，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暗中跟日本合作了，这是大势所趋。你的那些坚持，徒劳的。夏老板，我和你不是一类人。我不仅仅呢是个生意人，
我更是中国人。朱少华，打从咱们认识以来，你拒绝了我3次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机会，我只相信，人只要不死，他就永远都有机会。也对，夏初死了，看来你是彻底把他给忘了。夏初这一生，都是在为百姓、为国家、为民族奔走付出，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夏老板，是你把夏初给忘了。别说那么好听。我早就知道，你跟温之秋勾搭在一起了。夏元，夏初已经走了4年了，我跟谁勾搭在一起，那也是我的自由。好自为之。文之秋，石春堂的招牌是你用文氏大药房的1成股份换的，夏元告诉你的。你还跟我说是一块大洋买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凭什么跟他换股份呀？他手上也就3成股份。你知不知道，只要我跟他联手，分分钟能把你从文氏大药房踢出去。可你不会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你知道夏元给我开出什么样的条件吗？他开多少钱你都不会过去。你又了解我了。你既然了解我，就知道我楚韶华非常爱钱。哎，你除了爱钱以外，你心里还是有家园，还是有情怀。你太蠢了，文氏大药房差点毁在你手上。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决定，必须先向我通报。老板做决定还要先向下属通报。我不光是你的下属，你还是我的股东，我的搭档，我的。文氏大房。行，知道。老板，情况都了解清楚了。现在不仅聚景堂终止了和文氏大药房的所有合作，什么正林药妆、广王药号、生生公司，也都正式通知文氏大药房，从即日起停止给他们供货。舅父难为无米之炊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完成订单。我也通知了其他地方的生药商，明确的跟他们说，谁要敢给文氏大药房供货，就收拾谁。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。老板，您算过账吗？你是说杀敌1000，自损800吗？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是杀敌800，自损1000呢？你呀，还是目光太短浅，只看到现在的钱，没有看到未来的钱。你要说这未来，我真不看好日本人。放心，我也不会一辈子绑在日本人身上。我们现在是有5张订单，必须要年前交货的。如果生药断供的话，不能按时完成订单。按照合同，我们至少要赔偿3万5千大洋。如果算上年后交货的订单，我们一共要赔偿20万大洋。但现在我们手上能周转的现银只有1万2千大洋。我们的招牌倒是值50万大洋，但夏元自己也是股东，他不同意，我们也不能转让抵押。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2条路。宋平，你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。
原来萱萱埋在这里。宋平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你说。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萱萱，陪她说说话？虽然这儿有山有水，有小草有小花陪着她，可是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小，我怕她一个人寂寞。我还记得那时候，萱萱除了我，她最喜欢的人就是你。我有的时候还因为她写字偷懒打她手心呢。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她，还总是偷偷的给她塞好吃的。是，你怕她牙齿坏，不让她吃糖，她就偷偷来找我。她知道我一定会给她的。她也最喜欢我抱着她，她还总说小婶儿的怀里最温暖，最舒服了。萱也最爱吃你做的饭。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，但偏偏我们萱萱喜欢。可惜了，萱萱再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可惜了。宋平，你知道萱萱是怎么死的吗？她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萱做的小护枕头活活捂死的。陈二顺已经死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，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，所以我不甘心。萱萱也不甘心。宋平，宋平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？我知道。萱，娘明天呢，就又要回上海了。我以后再来看你啊，萱。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你能不能多到娘的梦里见见我呀？我想看看好孩子。请问宋平在家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以前华顺药铺的掌柜小王，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，叫怡心药铺，对，就在咱们东街上。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？我1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，哎，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，这薪水还可以涨，哎，学不会也没关系啊，只要我怡心药铺在，您就能一直干下去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对了，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，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，这个您先拿好。哪个大少奶奶呀？不是，哎呀，您看我一直改不了嘴，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。嫂子。行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，告辞。张婶儿，张婶儿，张婶儿。啊，张叔，宋平，你吃过没有啊？你快吃点啊！吃过了，吃过了。
张婶、张叔，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在宜兴药铺，就在东街，1个月给20块大洋。从今往后，我有钱交房租了。啊，这是这个月的房租。这个我们不能要。要的，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，我这心里我一直，哎呀，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，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现在能赚到钱了，这要还不给房租，我这成什么人了？哎，宋明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么多年呢，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，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。啊，谁呀？具体是谁呀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，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。嫂子，哎，宋平，怎么了这孩子？法官大人，经核查，楚朝忠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，而楚朝忠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。我方恳请法院对楚朝忠给予严惩，方能整肃社会风气，凸显法律威严。来的火车晚点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被告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法官大人，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，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林律师，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？此案已是板上钉钉，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法官大人，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，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给你10分钟，如果证人还不到，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。志秋，还能不能再快一点？怎么了？时间到，被告，证人到了吗？法官大人，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等了，下面我宣布。等一下，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。传证人楚韶华出庭。楚韶华，血案发生的当晚，你是否在现场？我在。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韶忠杀人的过程？法官大人，楚韶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，陈二顺就是我杀的。韶华，肃静，肃静。楚韶华，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？当年，陈二顺串通他娘陈张氏，让陈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，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。当晚，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，但是我却没有想到，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，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，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陈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，他闯到我的屋里来，然后他强奸了我。那种真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陈轩。在之后，我就渐渐的恢复了我的意识，因为痛失爱女，我就用药铺的裁纸刀杀死了陈二顺。没过多久，陈张氏来了，再之后，土匪也来了，
再之后的事情，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。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，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，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。在案发当前，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，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，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。而这件事情被陈张氏知道了，他不甘心吧，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，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。而陈二顺，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图谋不轨，多次对我动手动脚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，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。楚少华，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，可有证人证据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并且我也有证人。他叫宋平，她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。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张氏商量、定计以及实施下药的全部过程。今天他也在法庭上，并且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。法官大人，传证人宋平出庭作证。轩，娘跟你下辈子再见啊！我觉得少华一路走好了。少华，我们继续。我得再见你们俩一个。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，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。真的要谢谢大哥，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，替我们争取这个转换的时间。咱们一起敬大哥，来。韶华呢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怎么了？过去的一切，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，你不高兴？是啊，仇报了，案子也结了，但就是挺遗憾的，一切失去的，既然回不来了，咱们就不想，珍惜当下。当下，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？当下有钱了，有你的事业，我的餐馆，还有爱你的人。你爱我，你就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爱着你？小白，小白来啦！好好想想，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，接下买凶杀人的生意，
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。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，他从中私吞了100多万。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，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。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。现在南京政府的各部门都在想着捞钱，都在走私鸦片，互相攻坚。与其说穆子如是死在金先生手下，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啊。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。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，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，还提供了我们人手，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。哎呀，咱们都功不可没。来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，把这批货销毁吧。销毁？为什么要销毁啊？运去东北不好吗？运去东北做什么？卖呀。卖？当药材卖吗？当什么卖不重要。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？嘿，卖给谁也不重要吧？夏老板，你可不能那么做啊！为什么不能？18担，这可都是钱呐！就为了这点钱，就害国害民？这就像你说的，这点儿钱，这可不是一点钱，这是100多万。而且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，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！国民政府都能卖，我为什么不能卖？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？啊，是吗，少华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来吃菜。志秋，这儿。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。我倒是觉得，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。夏老板，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，这次听我的。志秋，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，但是钱这事儿，你还必须听我的。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也是我去执行的。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。志秋，刚才你也说了，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，所以我也有一份吧。行，那这样吧，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。那这样，你那份我卖了货多分你1成。夏老板，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。志秋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抱歉了，货已经装上了。我先走了。志秋，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不这样啊？啊？少华，哎，怪我啊，没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这次算我的失误，下不为例，好吗？大哥，我们做药铺生意的，是治病救人，而这鸦片，伤人害人之物，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，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。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开药铺要治病救人，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挣钱呐。你不挣钱，也是违背初心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退一万步讲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，都是无药可救、死不足惜的。如果夏初还在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？好了，少华，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。那个，什么时候来菊景堂报道啊？我考虑好了，夏老板，我还是会留在温氏大药房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和文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有点急事儿，要赶紧先去忙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少华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的好，谢谢。周烨，哎，来签这就可以了。哦。哎，这个可不能看。你的，来后面来，签这儿。哎，哎，回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这么多肉？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？哎，你领了多少20个大洋。你领了20，我领了32，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50了，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？什么好庆祝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少忠，我可是看见了，高经理、小潘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童老头，他们都50、60的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多好啊！咱们不跟人家比啊。为什么不比？论亲疏，论资历，咱比谁差了？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？哎，你要这么想啊，跟北平比起来，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，不是吗？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会更好的啊。哎，小宝呢？这都几点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？没事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哎，哟，哎，你找什么呢？高了，老子要杀人！楚小宝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杀谁？刘远航、郑丽萍。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？对呀，他们敢开除我，老子要杀他们！你说什么呀？啊？他凭什么开除你？哎，小宝，都给我放下！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！小祖宗，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？啊？呸！你敢吐我唾沫，反了你了啊！娘，在学校他们都欺负我。朱经理，文老板说陈辉马上要出去留学了，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。不用了，陈辉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来，另外还有件事儿，不能耽误，您看一眼。好。我来处理吧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找我有事啊？妹，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。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？能够留下来，全凭你的帮衬。一直说想要谢谢你，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，没倒出时间来吗？今天你哥空了，说让我来请你。哎呀，妹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好吧？哦，行，好啊，那要不就今天晚上？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回去准备了啊。晚上见。都好吗？就那样。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。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，有起色了。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，挺好的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？还是单身吗？二妞，我们不适合啊。你想什么呢，文之秋？我二妞再缺，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。
我是想问你，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？算了吧。为什么算了？你不爱他了？夏初已经不在了。就是因为他不在了。嘿，温之秋，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太绅士了。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，你往后退，现在没人了，你怎么还退啊？我就跟你直说吧，韶华现在状态不好，我很担心她。他怎么了？你看，你还是很在意她。她现在看起来很正常，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眼里没光了，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在意她的话，咱们就一起努力，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。小宝，一会儿姑姑来了，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，记住了吗？姑姑，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。还有呢，姑姑，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？将来我一定孝顺你。记住了啊，就这么说。我觉得你啊，就别白费心思了。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，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？他那孤寡的命，生得出儿子吗？说什么话呢？小宝，不许偷吃！你给我放下！你听没听见？嘿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没长眼啊！哎，你怎么跟姑姑说话呢？怎么跟姑姑说话的？韶华，怎么跟姑姑说话的？来，你给我坐下。行了，别闹了，韶华都来了。哎，韶华，妹，你快坐啊！来，坐，我坐下。这么大一块掉地上。好久不见，小宝又长个儿了。嗨，长个不长心。妹呀，这个房子太小啊，有点太挤了。小宝，你不说想姑姑的吗？姑姑来了。姑姑，我每次看到你，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。是吗？是啊，成天就念着想姑姑，想姑姑，姑姑肯定也想他，是吧，小宝？姑姑，我当你儿子好不好？将来我一定孝顺你。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，不要娘啦。小宝，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，那以后你门门功课都给考100分，而且还给品学兼优，你做得到吗？啊？那还是算了吧。小宝，你没听见吗？门门功课100分，我还活不活呀？嘿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怎么就不能100分？哎，好了，好了。韶华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。这小兔崽子！韶华，来吃菜吃菜。大哥，你多吃点吧啊！我看你最近都瘦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妹，你看你哥都瘦了，他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，拿的薪水是最低的。哎，不低不低。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，大哥干多少拿多少，应该还好吧？还好，哎呀，妹，这是你亲哥哥，你就给照顾着点呗。在生活上呢，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，但是在工作上，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，那是要出大问题的。哎，啊，对啊，你刚才说到生活了，妹啊，我跟你说，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说男孩子嘛，好一点，打个架，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，好嘛，这校长不依不饶的，不让小宝给念了。韶华，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，再给小宝一次机会？这个，哎呀，妹，咱不求他了，咱们转学。我觉得那个圣方济挺好的，咱们上那儿念。圣方济的学费，你知道1年要多少钱吗？那再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。其实不管是圣方济还是出国留学，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，我都是支持的。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？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，他就是不爱读书，感觉不是读书的料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，也是个出路啊。那钱怎么办呢？什么钱？小宝读圣方济的钱呀，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呀。
那不得都给小宝啊？不是，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？那不读书了，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？